毛13一听这话，人都要炸毛了。什么跟什么啊？不是，大小姐怎么连这都能闻出来？我明明距离那么远。阿宝，13小少肯定过的苦日子，13不舍得。阿宝听见这话，半信半疑的自己爬下了马车。不过他一下马车，就朝着一群小伙伴跑了过去，很小声的朝着几人道：老爷说话的时候，我也闻见了炸肉的味道，是不是老爷爷舍不得浪费，把掉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了哇？康康无语的望天，不过他想了想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他很想问问阿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肉根本没掉地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肉根本没掉地上，就是单纯被他们俩给吃了呀？阿宝一回到家就去找赵轩，赵轩已经换好衣服等在前院了，正在打理花瓶里的花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阿宝坐到了赵轩的身边，开始检查赵轩的手，看看有没有受伤什么的。阿宝，哥没事儿，我就是把暗卫里的内奸给找了出来，然后送走了。赵轩仔细地给阿宝解释着，阿宝认真地听着，又瞅了瞅赵轩，除了有些重的花香味儿，他也闻不出其他的味道。不过阿宝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他坐在椅子上踢蹬了一下小短腿儿，朝着赵轩说道：哥哥，你站起来蹦跶一下。赵轩无奈，只得当着阿宝的面蹦跶了几下。至此，阿宝这才完全放下心来，然后就等着跟小朋友们一起去摘星楼玩了。哎呦，稀客稀客啊！几位终于又来了，你们不来玩啊，我们这摘星楼都没那么热闹了。那你能跟我干娘他们说说，让我们每天都来玩吗？掌柜的笑容一愣，然后就仿佛没听见一样，迎着阿宝他们进去。阿宝一脸奇怪的道：大宝，掌柜的看着很年轻，为什么耳朵不好使哇？我这耳朵也不敢好使啊。哥哥，我晚上能多吃一点吗？多吃一点是多少？大概1碗。而且爹爹不是打了一个特别大的胜仗吗？老爷说是大捷，然后再加1碗。阿宝，最多加半碗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让13送你回去。算了，我也听不见了。就在赵轩带着几个娃在摘星楼玩的时候，宫里裴文帝正听着暗卫的汇报。你们是说赵家那个小子一个人将3个内奸给料理了？很是冷血，那3人只怕是都招了。裴文帝有些心惊，这个结果说明赵恒出征前就将暗卫交给了赵轩，他才11岁，竟然就有如此手段。朕知道了，此事还需再筹谋，一旦有合适的时机，再安插人进去。送走了暗卫以后，裴文帝把大太监喊了进来。太子现在何处？作甚？回皇上，太子如今正在读书，太子读书很是用功啊。陪朕去看看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带上2只活鸡。大太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但是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得按吩咐办事儿。上书房，太子正和安平在一起讨论读书的事儿。裴文帝一来，2人立即放下了书，朝着裴文帝行礼。太子可会杀鸡呀？父皇，我不会。那么脏，他连碰都不会碰的。安平呢？皇上，我会一点，但是不那么利索，没办法一刀就下去。你们俩都试试。 2人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你为何会杀鸡？太子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安平问道。你比我还爱干净。跟着后厨学的。阿宝有一阵喜欢吃鸡汤面，所以连累了不少鸡。2人准备好以后，就开始杀鸡了。太子满面嫌弃，安平有些不够狠，所以2人都很失败。你们俩杀鸡都费劲，
更不用说上战场了。皇上，那这2只鸡老奴给收拾了，送御膳房吧，好了给赵家那个闺女送过去。皇上，那这2只鸡老奴给收拾了，送御膳房吧，好了给赵家那个闺女送过去。大太监一听见阿宝的名字，就开始两腿打哆嗦。至于裴文帝嘛，他刚刚深刻地察觉到了自己的孩子跟赵轩的差距，此时心里正五味杂陈。而安平和太子2人也都察觉到了不对，皇上不会无缘无故地让他们杀鸡，肯定是发生了什么。安平有些担心，不会是家里那边发生了什么吧？此时此刻的书院，阿宝他们班的夫子和隔壁班的柳夫子以及山长刘夫子都站在院子里。起因是钱小丫他们班有2个男孩在打架，阿宝喜欢凑热闹，一个劲儿地往前面看，大宝他们拉都拉不回来。另外几个夫子在拉架，场面一度很是混乱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宝的大嗓门喊了起来：报夫子们，胖的那个大姐哇！啊，2个小屁孩打架，你大姐啥呀？赵阿宝，准备回去上课。别人打架的时候不要去凑热闹，你要是被他们打了怎么办？他们打不过我的，我才是最胖的。大宝他们赶紧拉着阿宝走了。大概是阿宝一直在吆喝大姐这2个字，所以上课的时候，夫子就先讲了这2个字的意思，然后就让阿宝他们挨个造句。其他的小朋友都很正常，唯独到了阿宝这里的时候，我用鸡蛋打倒了夫子，我大姐。我真是谢谢你啊！另外，我再强调一件事儿，以后若是谁在书院里斗殴打架，就要回家反省。谁要是强行围观斗殴打架，同样处理。阿宝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夫子一看阿宝咧嘴这么大，又想到了之前刘夫子提醒的，他顿时又补充道：你们在这里上学，可千万别做让你们爹娘丢脸的事儿，传出去被人笑话。本来还有些蠢蠢欲动的阿宝，还以为打架就能回家呢，这是多好的事儿啊！回到家的时候，老药王告诉阿宝，宫里又送来了2只烤鸡。阿宝嘿嘿地笑，又让13去喊小伙伴。阿宝啊，今天宫里来人，我听着宫里好像有意让太子来，这事儿你别往外说啊，是那个胖公公隐约透露的消息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一听这话，老药王顿时不同意的道：怎么能这样呢？肯定是不来比较好啊。老郑国公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爷爷、老爷，你们不必担心，爹之前说过，如今的太子是皇上最聪明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应当不会拿太子开玩笑，来我们这里十有八九是有所图的。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啊！老药王朝着阿宝招招手，兜里的药还够不够啊？够的，够的。那就好，这2天我再多弄一些。3天后，宫里真的来了消息，说太子要到赵府进行为期3天的研学，是命令而不是商讨。我今日到府上，你们可以休学3天。可是我们夫子说了，小孩不能不去上学的，夫子不放人怎么办啊？除非你给书院送一些烤鸭过去，这样他们肯定会让我们不上学的。阿宝露出一个小脑袋，巴巴地说道：太子，因为我妹妹容易分心，我爹交代过书院不能旷课，送些烤鸭过去，通知书院不去了。他没怎么搭理赵轩，而且故意允许了阿宝不去书院。看来这次可能是冲着阿宝来的，或者说阿宝必须有在赵家的理由。赵轩的眼睛暗了暗，宫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赵轩在思考的时候，其实太子也在思考。他临出宫的时候，父皇叮嘱过，
此次出宫为的就是试探赵轩，可以通过欺负赵轩的妹妹来激怒他，让赵轩跟他动动手，也好试探一下赵轩的实力。所以眼下他的任务就是要欺负赵轩的妹妹赵阿宝。太子，我爷爷奶奶他们外出行医了，老爷也病了，所以没办法来跟你请安了。不过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住处，请随我来。这几个老东西肯定是故意的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有事儿？你妹妹挺胖的呀，宫里的公主都没有这么胖的。真的吗？他们天天吃烤鸭都没有我胖吗？肯定是宫里的饭不好吃。啊，你还挺高兴？我妹妹挺好的，宫里的公主需要保持体重，我妹妹随性，不讲究那些。此时若是胖些还好，若是长大了还胖，只怕会嫁不出去。这个话我都听过很多遍了。我姐姐说了，很多人愿意来我们家当上门女婿的。因为你爹战功高吗？当然不是啦，肯定是因为我们家好啊。哦，何以见得？我姐姐好，我娘亲好，我哥哥好，我爷爷奶奶姥爷他们都好。我们家饭也很好吃，床也很好睡，什么都很好玩，大家都对我很好。太子，你不觉得我们家很好吗？能有宫里好？当然啦，我娘亲都说了，我要是在宫里的话，长不了现在这个膘的。所以说，你对现在的自己很满意？当然啦。胖没什么用的，你这样的娃，我一个能打5个。光有蛮力没有用，得有脑子。阿宝不解，他下意识地朝着哥哥看了过去，见哥哥点头了，阿宝一脑袋朝着太子撞了过去。下一秒，谨记要通过欺负阿宝来激怒赵轩跟自己动手的太子，已经被阿宝一头给撞翻了，而且觉得自己的肚子遭了不少罪。你头怎么这么硬？你说的不对，我姐姐说了，要有脑子，但是也要有拳头。阿宝说着，一拳又朝着太子打了过来。一个几岁大的小女娃，为何身上的力气会这样大？阿宝，大姐！看见太子被打趴下了，阿宝嗷嗷地喊了起来：康康，阿宝这样会不会出事儿啊？宫里会不会派人来找啊？不会的，宫里就是送太子来挨打的，看着吧。因为刚刚阿宝朝着大哥看过去的时候，他很清楚地看见大哥点头了，那就说明大哥是允许阿宝打的，大哥肯定比他们几个小的更明白，所以打就行了，应该不会出事的。我姐姐果然说的没错，拳头和脑袋都很有用啊。阿宝开心地在一边蹦跶，随行的公公赶紧要上前将太子给扶起来，可却被太子给阻止了。再来！我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小孩给打趴下？太子的好胜心被激了起来，他朝着阿宝喊道：再来！我都把你打趴下了哇，为什么还要来哇？你不介意我带武器吧？太子，我妹妹只是个小孩，也没什么武器，随便就行。我们真正的来比试一场。其实太子不喜欢舞刀弄枪的，也只学过剑术。此时的他远没有想过，拿着武器若还是输了，那就更惹人发笑了。阿宝，把爹的那把大刀拿过来，你跟太子比试一下。姐姐没有大刀啊，有大刀的是阿宝啊。阿宝大愣的时候，康康已经拉着阿宝跑了。我跟阿宝一起去拿。康康，我姐姐没有大刀啊。大哥是故意这样说的，就是说的你那把大刀，把你的大刀说成干爹的，这样太子即便是输了，也会认为自己是输给了干爹的大刀，而不是你。不过说到这里，康康又顿住了，他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朝着阿宝说道：阿宝，我知道你力气大，但是你待会儿耍大刀的时候，力气可以稍稍小一些。张爷爷那句话你还记得不？他说一棵树在林子里长得比其他树都高的话，那么就会被风给吹走。所以你只要赢过太子就好了，不必用太大的劲儿。
阿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赵家前院，太子看见阿宝拖着那把大刀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么大的刀，你能用起来吗？哼，当然啦，开始吧。阿宝一直记得康康的话，不要用太大的力气，不要用太大的力气。所以他最后只把太子的剑削去了一点点尖尖，太子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要出什么招式，这把剑就被对面这个小胖孩给毁了。阿宝又大捷啦！阿宝开心的在一边吆喝道。一想到要在这里待3天，太子忽然觉得有些度日如年了。太子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朝着几个人问道：我想喝鸡汤了，你们府里有人会做吗？当然啦，我也喜欢吃凉拌鸡翅。给我做一道。阿宝刚要说话，赵轩朝着阿宝打了一个手势，阿宝立即闭嘴，乖乖地跟在大宝和康康的后面。太子，我们家长辈都不在家，吃饭的话得自己来。你会杀鸡吗？会。你怎么会？赵轩指了指阿宝几个人道：他们也要学的，我们家都是从苦日子过过来的，自然都要学一些。开始吧，太子也参与一下吧。说完，赵轩就把公公带着的那只鸡递给了太子。下一秒，赵府里传出了太子崩溃的喊声。阿宝瞅着太子那快要皱在一起的五官，很是奇怪地问道：太子，你还要拔毛才能去煮啊？你这么说，难道你会？我们都会哇，我们拔一些给你看。阿宝，去收拾柴火，准备生火。几个娃立即去忙活，太子一个人悲催地坐在那里。公公想要上前帮忙，也被赵轩阻止了。太子，快些收拾吧！太子，快些收拾吧！你们从小就学这些？太子从小生在富贵窝里，自然不懂这些。但是我爹娘都是穷苦人出身，我爹娘都会杀鸡，也会做饭，所以我们也就受他们影响，都会了。你爹娘都会？当然，就连后院的这些板凳椅子也都是我爹娘做的。我和我妹妹现在会这些东西，都因为我爹娘也会。赵轩一个劲儿地将原因往爹娘身上推。太子的爹是皇上，那皇后娘娘呢？皇后娘娘可会做这些？我母后琴棋书画都不错，可会杀鸡，可会做饭，可会做衣服。太子摇头再摇头，谁家大家闺秀学这些呀？那就是了，我们爹娘的长处不同，所以太子不会杀鸡做饭也可以理解。太子若有所思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宝噔噔噔地跑了过来。太子，你的鸡收拾好了没有啊？快了，鸡肚子还没收拾呢。1分钟后，一些鸡内脏什么的都被阿宝他们甩到了太子的脸上。太子扶着墙根，再也忍不住地吐了出来。阿宝看着太子那副模样，他好奇地蹲在太子的身边，叽叽喳喳地说道：太子，我姥爷可会收拾这些啦，我姥爷做的鸡杂面也很好吃的，不过我姥爷不在家。太子又开始吐了。太子，你得把这儿打扫干净，别让公公把活都干了。咱也不敢开口多说什么呀，这简直是一群瘟神呢。阿宝可不管，又不用上学，还能在家做饭。做饭喽！做饭喽！你一个大家闺秀，竟然做这些！阿宝正架起了自己的小锅，在收拾炒菜。你的手以后会长茧子的，你的手以后会长茧子的，哪有男人会喜欢长茧子的手？阿宝拿着自己的小铲子，在翻动着手里的菜。听见太子这样说，他更加用力地炒菜了。很快，几片菜叶子就飞到了太子的脸上。阿宝仿佛没有看见一样，大声的道：男人是什么哇？我做菜是因为我喜欢哇，我们上学也有做菜的课哇，我还得了第1呢。太子的脸已经被烫红了。
太子还是离我妹妹远一些吧。小孩子做菜没个轻重，之前还经常把我爹给烫伤呢。赵轩朝着太子说道。太子这次是终于听劝了，他刚想在一边坐下休息一会儿，人就被赵轩带着去烧火了。随行的公公在一旁看着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太子爷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了？还有，为什么赵家的孩子都这么能干呀？饭了，开饭啦！如何？太子在赵家怎么样？可曾与赵轩打上一架？回皇上，太子确实打架了，不过是跟赵家大小姐打的。太子他被赵家大小姐打倒了，用了2招，一个脑袋，一个拳头，就把太子爷打得肚子疼。最新消息，太子爷正跟赵家的孩子学杀鸡呢。裴文帝紧紧地攥紧了拳头，脸色很是不好。暗卫退下以后，裴文帝直接将书桌上的茶具全都推了下去。废物，真是废物，被一个小屁孩给打倒了。赵家后院，开饭啦！开饭啦！太子，你怎么不去洗手啊？你不爱干净吗？太子现在已经想自闭了，他脸上有块烫伤，手也在烧火的时候被烫了，被阿宝撞的肚子还有些疼。但是吧，他确实也饿了。哥哥，我们下午做什么哇？家里许久不打扫了，得打扫一下了。打扫完，我让他们去买点肘子，咱们今晚做肘子吃。哥哥，再买点猪蹄吧，嘿嘿，我想吃猪蹄了。好呀，不过猪蹄的毛我们回来得再收拾一下，他们收拾的有可能没有那么干净。太子已经顾不上了，忙活了一上午，他已经累惨了，所以他此时纵然有再多的愤怒，也只能忍着，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。太子，我们做的饭好吃吧？你怎么都不会做饭哇？太子一听，压根不想回答，只不过他心里时时记着要欺负这个娃，所以冷声道：朝廷大事又不用学做饭。阿宝一听这话，顿时皱着小眉头道：不会呀，我爹爹说了，做什么都跟炒菜一样，要认真，要耐心，被烫到的话是正常的。你个小屁孩懂什么？哼！我以前觉得我有些笨，可是太子比我还笨呢。太子都不会烧火，太子也是个笨笨瓜。嘿嘿。阿宝，爹娘出征的时候让我对你们严格一点，所以今天中午咱们不回院子里睡，我们去后院柴房里睡。大丫二丫一听，顿时开心了起来，不用上学，还有新鲜事做，简直是太快乐了。什么？睡柴房？你们是不是故意整我？我不来的时候你们睡得正常，我一来你们就睡柴房。你不来的时候我们也睡过柴房哇，我们家的柴房可舒服了。哼！太子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哦，如果太子适应不了，也可以先行回宫的。回宫？那是不可能的，父皇说过，必须待够3天。赵家的柴房分2个屋子，一大一小。赵家的柴房分2个屋子，一大一小。阿宝在小屋子里，男孩子们都在外面。太子瞅着这一堆绿油油的草，他浑身都开始发痒。这些草很舒服的，太子可以试试。赵轩话刚说完，大丫二丫他们已经开心地蹦跶了上去。这种床怎么能睡？你们几个玩一会儿就睡觉了啊，下午咱们还得打扫卫生呢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至于这天下午，太子非但没有跟赵轩打架，还免费当了一下午的劳动力，帮忙打扫赵家的卫生。太子爷，肘子和猪蹄送过来了，你和阿宝一起帮忙收拾一下吧。你们蹬鼻子上脸，竟然敢指使我！您不是来研学的吗？如果您是来使官架子的，那就请回吧。太子，快点哇，别耽误吃晚饭。能跟阿宝单独相处，那么
欺负他的机会就大了很多。能跟阿宝单独相处，那么欺负他的机会就大了很多。所以赵轩他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阿宝就和太子在后院那里烧猪蹄上的毛，跟来的公公就在一边守着。你教我怎么烧这猪脚？就是这样哇，你把猪蹄子放在火上面烤一下，等到这里都变黑，然后……后院的墙上，一个暗卫小声地朝着毛13问道：“13哥，你说大小姐会不会再打太子？”“可以啦，肯定的。”“离我远点！”这么一来一回的折腾着，太子的一撮头发就被烧了起来。赵轩他们听见消息赶过来的时候，太子的一撮头发已经阵亡了。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！太子是个精致男孩，烧了他一撮头发，简直跟要了他的一条命一样。赵阿宝，你为何烧我头发？赵阿宝，你为何烧我头发？太子疯了一样的朝着阿宝冲了过去。阿宝手里正拿着一个猪蹄子呢，被太子这么一追赶，一个猪蹄子就落在了地上。阿宝最珍惜饭了，所以瞧见这一幕，他也疯了一样的朝着太子冲了过来，两人对向的冲了过来。最后倒霉的自然就是太子了，太子又被阿宝给撞了个人仰马翻。大小姐，你有些无礼了。阿宝一听，顿时更加不开心了，他朝着公公喊道：“为什么哇？明明是太子先撞翻我的猪蹄的，不应该爱惜食物吗？”“公公，难道说太子就可以随便浪费食物吗？太子就可以随便欺凌别人吗？”公公看了一眼被烧掉一撮头发的太子爷，他有些说不出来话了，真是被赵家的人给气到了。明明是太子殿下的头发被烧了，怎么就成了太子爷欺凌别人了？阿宝，猪蹄洗洗还能吃的，这里的地上很干净的。哥刚才说话可能激进了一些，太子肯定不是浪费食物的人。要不然，咱们把这个猪蹄洗干净了，一起炖汤给太子喝。太子肯定不会介意掉地上的。娘的！万一太子不喝怎么办哇？看着掉在地上的猪蹄子，阿宝还是觉得心疼极了。太子肯定会喝的。好了，大家继续打扫卫生吧。太子爷，你也继续吧。太子刚要皱眉，阿宝就喊道：“太子，你怎么这么懒哇？你爹爹都不管教你的吗？你怎么什么也不会哇？”太子气得站在原地，他是真的想此刻就回宫，这辈子再也不想来赵家了。怎么办？我还是有些担心，就几个孩子在家里，我有些不放心。有阿轩在，阿轩让咱们出来的，不让咱们回去的。别想了，听阿轩的就行，阿轩让咱们干嘛咱们就干嘛嘛。哎呀，阿宝不会跟太子打架吧？那还用想，肯定打呀。晚上，太子原本想给宫中的裴文帝写一封信的，结果实在是太累了，手指头都动不了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得睡了过去。他从小到大都没这么累过。结果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呢，外面就传来了赵阿宝很大的动静。接着跑阿宝的大嗓门一阵阵的传了过来。太子艰难的翻了个身，刚准备捂住耳朵继续睡，结果下一秒阿宝的声音又靠近了，明显是进了他住的院子。太子，起来跑步啦！谁也经不住阿宝这大嗓门，太子是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最终还是不情愿的被阿宝喊了出去。然后赵轩就带着一群娃出门去跑步了。哥哥，我们待会儿回去做饭吃吗？待会儿跑完再回去做饭。后院里的柴不多了，你们几个回去能帮忙劈柴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太子也会帮我们吗？太子还没等说话呢，赵轩已经回道：太子人那么好，当然会帮你们了。太子在后面龇牙咧嘴，就心里骂得挺脏的。
大少爷，带阿宝他们来跑步啊？哎呦，阿宝好像瘦了些啊，康康也是啊。哎呀，几个娃真是辛苦喽。跑步的路上总是能碰见不少人，太子瞧见这些人都很熟悉的跟阿宝他们打招呼，明明都是普通的老百姓。我们还要跑多久啊？太子觉得自己已经喘不上气来了，还要经过3个包子铺，我们才能回家。阿宝都是凭借这些吃食铺子来记路线的。等回去让我爷爷给太子开一点药，太子跑步跑得真慢。太子在家是不是很懒啊？什么活都不干。啊，哥哥，别往前面跑了，前面是书院，刘夫子会不会把我抓进去啊？太子这一路是又累又饿，旁边还有一个人形大喇叭，简直是折磨。太子忍啊忍，终于忍到了回到赵家。太子，回家劈柴了。父皇，儿臣感觉半条命已经没了，还要去砍柴。说好的要在赵家进行为期3天的研学，实际上第3天中午的时候，太子已经进入到了极其崩溃的阶段，提前逃回了宫中。太子一回到宫里，就将自己锁进了书房里，谁也不见，就连他亲娘也不见。最终还是裴文帝才将他喊出来。说吧，为何提前半日回来了？朕交代你的事情完成了吗？赵轩什么表现？父皇，儿臣崩溃了。太子双手掩面，眼睛有些发红，明显是这几天受了不少的罪，感觉眼神都沧桑了。为何？赵家就那般令你胆战心惊？我的儿子呀，为何会这般不中用？父皇，儿臣不仅没有同赵轩打架，甚至还被赵阿宝给打了2顿。赵家的一切都颠覆了儿臣的想象。哦，你觉得你不如赵轩？不是。裴文帝没有说话，只是冷眼看着太子。父皇能否答应儿臣，不管儿臣说了什么，都恕儿臣无罪。裴文帝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太子这才开口说道：父皇，儿臣通过跟赵轩兄妹俩的相处，得出一个有些离谱的结论。我跟赵轩的差距并不是我们俩的差距，而是父皇跟赵将军夫妻俩的差距。赵轩和他妹妹都会收拾鸡，还会做饭，劈柴烧火更是不在话下。他们每天早晨起来跑步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赵将军夫妻俩手把手的教他们。那日父皇问我为何不会杀鸡，今日儿臣也想问问父皇，您会杀鸡吗？您会收拾鸡吗？您会每日早起陪儿臣跑步吗？裴文帝先是一愣，随即突然笑了一声。这一笑不禁让太子有些哆嗦，因为裴文帝是被气笑的。你在赵家2天半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怎么自己不如赵轩，怪朕没本事？那你知不知道，赵家并不是每天都跑步，赵家那个阿宝更是时常赖床，导致上学迟到。你竟然看不出来这几天他们是在故意整你，甚至故意将火烧到朕的身上，朕真是养了个蠢货啊！父皇，您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您从未带我做过这些事儿，所以我才轻而易举的被欺骗。这下轮到裴文帝无话可说了。太子这话说的好似也没错呀。裴文帝虽然是这个态度，但是皇后可不这么想。皇后是母凭子贵，在儿子被封为太子以后才当成这个皇后的，所以她太看重这个儿子了。因此在听说了太子在赵府的遭遇后，她就开始改变了。这一天，太子刚来给皇后请安，就看见皇后亲自在架锅学做饭。至于那些平常跟着的宫女，切菜的切菜，劈柴的劈柴。就在太子正愣的时候，胖公公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朝着太子说道：太子殿下，奴才收到外面的消息，赵家大小姐在宫门口等着要见您呢。
怎么还来宫门口堵了呢？宫门口，阿宝坐在马车的前板上，踢蹬着自己的小短腿儿。他时不时的转头看着。哥哥，太子会来见我吗？你还记得爹给你讲过的那个铁棍磨成针的故事吗？我知道了，哥哥，我也要跟那个老奶奶一样。如果今天太子不来见我，我明天放了学还来找他，后天也来。等我不上学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早上来。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毅力，这样才能成事儿。那我再等一会儿啊。兄妹俩就边说话边在宫门口溜达，跟着胖公公守在宫门口里面的太子。娘嘞，这个赵阿宝要天天来，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他呀！为什么要把赵轩送到北周去？为什么不送赵阿宝啊？太子，你是不是来了哇？阿宝正跟着哥哥说话呢，小鼻子忽然闻见了什么，他就噔噔噔的朝着宫门口跑了过去。太子，你怎么不出来哇？哥哥，怎么好像还有柴火味儿哇？太子是不是偷偷回宫里学做饭了哇？阿宝，既然太子知道自己不会做饭，都回来偷偷练习厨艺了，那你是不是也该回家练大字了呀？可是哥哥，我还没看见太子呢，我想他了。躲在后面的太子，你别过来啊！太子可能不好意思出来吧。好了，阿宝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快跟太子说再见吧。阿宝就朝着宫门口的方向大声地喊道：太子再见，明天我再来找你玩。太子感觉到了绝望。阿宝和赵轩坐着马车回杏花街的路上，阿宝忽然很深沉地朝着赵轩说道：哥哥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爷爷他们之前特别害怕太子来咱们家害我们。什么问题？爷爷他们之前特别害怕太子来咱们家害我们，可是我们也可以主动来太子家害太子，这样我就不害怕啦。阿宝，这就叫变被动为主动。阿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赵家兄妹俩一回来，老郑国公就问道：见到太子了吗？阿宝摇摇头。但是老爷，我闻见太子身上的龙屎香味儿了。阿宝，那叫龙涎香。不过太子小年纪倒是过得很精致。爷爷，我也想香香的。阿宝总是容易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。阿宝每天要去上学的，上学的时候啊，还是不要用香了。老药王委婉地拒绝了。阿宝有些不肯，仍旧站在老药王的跟前，伸手抱着老药王的腿不撒手。阿宝，爹娘要是知道你强迫爷爷给你香料……剩下的话赵轩还没有说完，阿宝顿时松开了老药王。老药王无语望天，自己巴巴了那么久，还不如提一嘴他爹娘呢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用啊？长大一些吧。好吧。宫里，裴文帝难得来了皇后的宫里。裴文帝一来，皇后很是开心，可是她又知道自己不讨喜，所以也就不远不近地站着。明日起，你隔三差五就召赵家的孩子入宫，直到将太子的恐惧那个毛病给治好为止。皇后一听，顿时眼睛一亮。她其实很想找赵家2个孩子进宫的，那些做饭劈柴的一些事儿，她都还没怎么弄明白赵将军是如何用这些事儿来教育小孩的。没想到皇上先开口了。第二天下午放学后，阿宝跟康康他们摆摆手，然后就跟赵轩2个坐着马车朝着宫门口赶了过去。皇后娘娘要见他们。阿宝，记住哥的话了吗？不管皇后问你什么，都说是爹娘教的，记住了吗？我可有信心了哇！我最会夸爹娘亲了。哥哥，
如果皇后娘娘给我好吃的怎么办哇？我能吃吗？暂时别吃了，就说饱了，等我们回家吃，好不好？皇后这个人，他们没怎么接触过，第一次不敢随意下定论。阿宝很乖，哥哥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皇后宫里，赵轩牵着阿宝，很是有礼貌地进了前殿。阿宝学着赵轩的样子给皇后行礼。皇后瞅着兄妹俩这温文尔雅的样子，很是疑惑。这跟太子嘴里的那个闹翻天的小女孩。阿宝学着赵轩的样子给皇后行礼。皇后瞅着兄妹俩这温文尔雅的样子，很是疑惑。这跟太子嘴里的那个闹翻天的小女孩也不一样啊。赵将军真是生了一双好儿女。阿宝一听有人夸自己是爹爹生的，他顿时咧嘴笑了起来。他一咧嘴笑，皇后更觉得太子的描述有问题了。这小姑娘多乖呀！让太子来一趟。皇后朝着身边的侍女吩咐道。侍女有些为难的道：娘娘，刚刚太子殿下已经走到了门口，看见他们又走了。太子来了又走了。阿宝赶紧仰头看向赵轩，赵轩点点头。阿宝就朝着皇后说道：娘娘，我要去找太子玩。皇后一听，哪有不同意的呢？太子，你别走啊，你跟我们玩哇！太子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反应过来之后，他嗖嗖地朝着外面大步跑了去。可是谁知道阿宝跑得更快，没一会儿就已经跟了上来。你别过来啊！太子现在对阿宝有着极大的恐惧。阿宝呆呆地站在原地。皇后带着赵轩跟了上来，瞧见太子要走，皇后严肃着脸道：太子，皇上特地请他们过来的，快些回来。太子瞅着阿宝还站在那里，他朝着阿宝道：你往后退一步。阿宝果真听话，乖乖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太子被逼无奈，这才一步一步地朝着皇后走了过去。太子，你为什么偷偷跑了哇？你还有半天没带完呢。我哥哥晚上要带我们炖肉汤的呢。炖肉汤？我看你们是想把我炖了。阿轩阿宝是吧？本宫正好有个问题需要问一下你们，就是你们看看后院架起来的这口锅是不是距离不太对？不知道为什么烟总是比较大，特别的呛人。皇后倒是很认真地跟赵轩请教道，赵轩也很认真地解释着。倒是一旁的阿宝和太子空闲了下来，阿宝就一个劲儿地挪动着胖乎乎的小身子，要去凑近太子。太子就一个劲儿地躲着。到了最后，太子实在是不想装了，边跑边嚷嚷着：赵阿宝，你别过来啊！阿宝就撒腿朝着太子追了过去。太子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太子，你昨天是不是躲在宫门后面没出来哇？我都闻见你身上的龙屎香味啦！嘿，你是不是？阿宝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词，但是他想了好一会儿。什么？太子，你是不是见不得人哇？太子，你们家好大哇！你住在哪里哇？你每天都去哪里上学哇？太子，你身上今天怎么不是龙屎香味了哇？太子！阿宝喋喋不休地跟在太子的身后，太子的耳朵都要炸了。赵阿宝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呢？我爹爹跟我说，不用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最厉害的。你这么说我一定是肌肉啊！肌肉你？什么东西？怎么又到了肌肉那里？就是，哎呀，我忘了怎么说了，反正就是记不起来了。太子无语地瞅着阿宝，阿宝只得去找赵轩求助。
并且将这件事儿描述给了赵轩听。阿宝，你是想说嫉妒吧？阿宝一听，立即疯狂点头。怪不得都说你学习不好。皇后一直站在一边看着阿宝的反应，可是阿宝根本没有生气，而是很开心的道：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娘亲说了，我长得好看又胖，什么都很好啦。我娘亲说没有太完美的人。相比较之下，阿宝学习慢一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要我一直学习就可以啦。这些话都是你娘跟你说的？对哇，我娘亲可厉害啦，我娘亲还会给我缝衣服，给我做饭，给我洗头，给我……阿宝巴巴地说着，赵轩在一边听着都有些心虚了。其他还好，缝衣服这事儿吧，他是真的没办法认同他娘缝衣服的手艺。我姐姐还带我去过青楼呢。皇后一口茶都跟着喷了出来。母后，时间不早了，可以让他们回去了。皇后娘娘，能不能让我带个烤鸭回去哇？可以啊，你喜欢吃，本宫明天让他们提前准备上。什么？明天还来？本宫已经跟皇上请示过了，你去赵家研学，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，所以这些天等阿宝放学以后，都请他们来宫里做客。我给赵家添了麻烦？我都把赵家前院后院都给打扫了个干净，最后一天下午为什么要逃跑？还不是因为他们说要带我去喂猪。我分明是在赵家当了2天半的仆从。皇后娘娘，宫里还有没有其他好吃的？烤肘子，烤猪蹄。你既爱吃，本宫吩咐他们做就是。那你明天可一定要来啊。阿宝重重的点头。赵轩带着阿宝一离开，太子立即朝着皇后问道：母后，你为何要……皇后打断了太子的话，朝着一群宫女吩咐道：准备一下，把种牡丹的那块地开出来，本宫准备种菜。啊！太子瞅见皇后这认真的劲儿，他自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说服皇后了，只得快步去找裴文帝了。御书房外，大太监瞅着太子说道：太子爷，皇上现在有急事在召见几位大人的，您得稍稍再等等了。父皇知道我母后请赵阿宝进宫这件事吗？知道啊，是皇上下令让他们进来的。什么？是父皇让母后找他们进来的？父皇不是对赵家嗤之以鼻吗？怎么会主动让他们进宫来折磨我啊？太子爷，您先回吧。大太监也不方便说太多，毕竟皇上做每一件事儿都是有理由的。赵家，阿宝很开心地给几个小伙伴说道：明天晚上我就能给你们带烤鸭、烤肘子、烤猪蹄吃。你们晚上别吃饭了，在家等我啊！我给你们要饭吃。老药王在一边听着，他戳了戳老郑国公的胳膊，问道：靠谱不？阿宝以后天天就这么去宫里进货呀？估计是太子还没被折磨够。阿轩，你们俩一定要小心呐！听13说，你爹娘的信估计快送过来了，就是明后2天了。他们俩快些回来吧。哎呀，操心完小的，还担心大的。宫里，太子朝着安平道：安平，待会儿赵阿宝就要来了，你陪我一起去。你跟他们不是感情很不错吗？太子，皇上不让我去。还不如送我去战场呢，也比这样受折磨好。太子爷，赵家大小姐已经到了，皇后娘娘请您过去呢。已经有宫女在外面等着了。太子回头又瞅了一眼安平，安平不敢说话。安平，赵阿宝有没有什么害怕的？安平想了想，说道：阿宝害怕姑父。姑父？那不就是赵恒吗？
谁不害怕啊？啥也不是。太子还不忘吐槽了一句。阿宝其实还害怕读书，只要太子在阿宝面前一个劲的背书，阿宝准嫌弃。不过这种办法，安平可不会跟太子说的，毕竟他跟阿宝的关系更好。皇后宫里，太子一进去就看见皇后在做针线活，太子直直地朝着皇后走了过去，还没问好呢，旁边的阿宝已经哒哒哒地跟了过来。太子，我又来啦！太子假装没听见，直接朝着皇后问道：母后为何做针线活？我刚才听说阿轩也会做针线活，便想着也拿起来活动一下。他现在每天都精力满满，努力向赵家看齐，绝对不给皇上拖后腿。哥哥，太子耳朵不好用，给他掏掏。阿宝朝着赵轩道。赵轩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回道：你力气太大了，会把太子耳朵伤到的。太子感觉耳朵已经开始疼了。太子对于阿宝简直是束手无策，但是阿宝已经适应了这里，玩得很开心了，更不用说御膳房那边还在给他打包各种烤的东西。皇后娘娘，阿宝玩够了，见太子也瘫在椅子上，他就凑到了皇后的身边，朝着皇后问道：你为什么只生了太子一个娃？你为什么只生了太子一个娃？你再生娃？皇后也是个直肠子，听见阿宝这样问，她很诚实地回答道：本宫也想生，但是一直生不了了。阿宝刚准备将自己的爷爷介绍给皇后娘娘，可是想到爷爷之前说过，宫里太过阴险，他们绝对不进宫。阿宝也就停了这个心思，继而视线又转到了太子的身上。可以让太子以后生娃，跟兔子一样。我娘亲说兔子就能生很多，让太子娶很多很多个人。太子一口血差点吐出来，开始搁这儿催生了是吧？你这么喜欢，你怎么不去生？你以后生少了，我就去嘲笑你。我娘亲说，等我以后生了小娃娃，也给我看孩子。你爹娘都同你说了些什么？这么丁点的孩子，赵将军夫妻俩就同他说这些东西吗？我爹爹娘亲跟我说了，小孩要多知道些，就不会被人骗了。大小姐，东西都带来了。阿宝立即朝着潘公公跑了过去。太子立即用口型示意皇后：快让他走。皇上说了，必须他们主动走。太子扶额，他想了想，朝着阿宝道：这东西要趁热吃。阿宝一听：哥哥，我今天见过太子啦，明天再来吧。托阿宝的福，杏花街的孩子们都吃到了宫里刚出炉的烤货。阿宝，自从放学后去宫里玩，我再也没有见你讨厌过上学，怎么去宫里还间接刺激了阿宝开始努力上学了呢？我当然要努力学习啦，要不然太子会说我不学习。我得好好上学后才有底气去害太子。我跟你们说，太子可笨了，太子都说不过我呢。阿宝巴巴地跟小伙伴们说着，太子的名声从此开始被阿宝败坏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宝吃完饭刚准备去上学，暗卫就带着赵恒的亲笔书信回来了。赵轩赶紧拉住了阿宝，阿宝扯着脖子，一个劲儿地朝着那封信上看了过去。老郑国公将书信给展开，阿宝瞅了一眼，好长好多的字。哥哥，我们先去上学吧，中午再回来看哇。那么长的字，我看着都眼睛花哇，而且肯定是给爷爷奶奶他们看的。赵轩笑，带着阿宝出去找其他小孩子了。阿宝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道：这封信都没有小孩能看的。老郑国公他们在后面哈哈笑。事实上，确实跟阿宝说的一样，这封信主要是给老郑国公他们看的。
说了一下打仗的事情，又说这封信到达京城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已经往回走了。下午放学后还得进宫呢。皇后娘娘说今天让人烤大鹅。傍晚，皇宫，阿宝和赵轩又照例来到了皇后的宫里。不过这次跟之前不同，他们兄妹俩来了的时候，太子正在跟皇后说读书的事情。阿宝噔噔噔地跑了过去，一听是在讨论读书的事情，他甚至连1秒都没有停，又噔噔噔地跑了回来。赵轩一看见阿宝这样子，心道不好。果然，另一边的太子却是愣了愣。以往赵阿宝肯定要跑过来捣乱的，结果这次竟然原地跑了回去。这难道是不喜欢读书？因为读书不好，所以一听见聊读书就跑了？嘿，好啊，赵阿宝，终于被我找到弱点了。母后，我今天学了一首新的诗，我给你背一下吧，我觉得甚好。母后，我今天学了一首新的诗，我给你背一下吧。皇后都被太子这动静给吓了一大跳，她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。太子一边背诗，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瞧着阿宝。果然阿宝已经跑得远远的了。这天傍晚，太子在皇后宫里背了很久的书，而阿宝拿到了考获以后就跑了。阿宝一脸烦躁地朝着赵轩说道：大哥，太子怎么能这样哇？我听得都要睡着了。阿宝，你若是不想听，哥明天给你耳朵里塞点棉花，这样你就听不见太子说什么了。而且如果你想要找太子玩，仍旧可以去找他。阿宝一听，眼睛顿时又是亮晶晶的。而此时的太子满心以为自己找到了制服阿宝的法门，卯足了劲儿，甚至连皇后宫里的那些侍女和太监都开始培训了起来，让他们明天背诵什么什么诗。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为何还要这样去对抗赵家兄妹俩？母后，我要是不努力一些，那赵阿宝就会天天来宫里吵吵我。父皇的本意不就是让我跨过赵阿宝这道心魔吗？看着吧，我明天就把他制服。算了，不多管闲事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原则。皇后干脆自己去休息了，剩下太子一个人在培训宫里的这些人。明天都给我大声点背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小太监胆怯地举起了手，说道：太子殿下，我听御膳房那些人说，赵家大小姐的嗓门特别大。那又如何？你们这么多人呢。可是我还听过大太监吐槽啊，说大小姐一喊，整条街都能听得见呢。第二天傍晚，大太监吐槽啊，说大小姐一喊，整条街都能听得见呢。第二天傍晚，阿宝还没有来呢，太子已经准备好人员，守在门口了。待会儿都给我大点声，今天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有你们的好处。一群太监宫女都很紧张地等着赵家大小姐进宫。胖公公从外面经过，瞧见里面这么大的阵仗，他朝着小太监问道：怎么回事？太子今天竟然提前来了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太子还在书房学习呢。师傅，我听皇后宫里的小路子说，太子要培训他们背书，迎接大小姐呢。小太监一脸恭敬地朝着胖公公说道。胖公公听见这话，原本想说什么，后来还是闭嘴了。算了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大小姐的威力吧，我还是不要多这个嘴了。阿宝，你不记得爹说过的话了吗？面对困难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要认真分析。我问你，如果太子跟昨天一样，在你面前背书，是为了同你比试学问吗？肯定不是啦，太子跟哥哥差不多大，怎么可能跟我比试学问呢？那你想想，如果不是为了比试学问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为了跟你斗气？如果有个人跟你吵架，你要怎么办？比他声音更大。可以。所以如果待会儿到了宫里，
你一定不要忘记这件事儿。如果太子跟你斗气，我就比太子更大声，我耳朵里还要塞棉花，这样我就听不见了。赵轩朝着阿宝伸了一个大拇指，阿宝开心地晃了晃小揪揪。皇后宫里，赵轩拉着阿宝的手一进来，一群守在院子里的宫女和太监们就大声地背起了三字经。阿宝也愣了一下，然后就朝着赵轩看了过去。赵轩说了一个唇语：三字经。三字经阿宝是会背一些的，所以就在太子准备看阿宝落荒而逃的时候，那胖墩墩就嗖嗖地往前走了几步，声音超级大的喊了起来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有一瞬间，太子觉得自己的耳朵已经聋了，至于那些太监宫女们都被震得不敢说话了。阿宝耳朵里塞着棉花，也听不太见，他就越背越大声，背到最后他忘词儿了，赶紧朝着哥哥看过去。赵轩又示意道：再来一遍。太子在一旁听得想原地去世。御书房那边，何处声音如此嘈杂？大太监心里有不太好的预感，赶紧退出去寻找声源。哎呀，不会是那位吧？我听着声音像啊！快去通知御膳房，赶紧准备东西。我勒个娘哎，谁把他惹着了？净给我找事儿啊！没什么事儿，我哪里敢往大小姐面前凑啊？皇后宫里，此时太子已经崩溃地瘫在了椅子上。太子，你怎么啦？你不欢迎我了吗？你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在这里背书啊？太子看着这胖墩墩，他有气无力地问道：你怎么这么大嗓门啊？你不是害怕背书吗？阿宝一边爬上椅子，一边将自己耳朵里的棉花给挖了出来。一看见那2团棉花，太子顿时惊呆了。啥玩意儿啊？竟然还准备棉花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你们几个再过来给他背书听。太子还是不死心，可是阿宝没等那些太监们背出口，人就大声地朝着太子又背了起来。打住打住！没背上2句，太子先崩溃了。太子，你声音太小了。太子，你声音太小了。人活在世上，又不是为了比试谁的声音大，而是比谁的脑子好使。那太子，你的脑袋好不好用啊？赵阿宝这是故意在讽刺我吧？反正比你的好用。太子回了一句。阿宝看了看太子胸口的位置，摇了摇小脑袋道：才没有，我上次用脑袋把你撞翻了。皇后坐在后面，憋笑要憋疯了。我说的是脑子，脑子你懂吗？太子抓狂了。阿宝一听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听不明白。你妹妹怎么这么傻？赵轩面不改色的道：我妹妹不傻，太子不要因为打不过阿宝就诋毁阿宝，这是小人的做派。啊！阿宝年纪还小，太子同阿宝比试脑子，着实有些欺负人了。即便要比试，也要找同水平的，而不是小孩。太子的肺都要气炸了。好香啊，好像是烤鸭的味道。阿宝忽然努了努小鼻子，朝着赵轩说道。赵轩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，朝着阿宝道：回家再吃。你今天不是在书院里有首诗没学会吗？你让太子殿下给你讲一下，太子殿下学问好。阿宝一听，立即将自己的小背包给拿了过来，朝着太子旁边就凑了过去。被赵家兄妹俩粘上了。太子刚要拒绝，皇后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太子在这里好好讲课吧，其他人都下去吧。一群宫女太监立即松了一口气，赶紧退了下去。而太子瞅着眼前这个胖墩墩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太子硬着头皮问道：你哪里不懂？阿宝很诚实的摇摇头：太子，我哪里都不懂，这些字我也不认识。那你上个屁学！直到此时此刻，他觉得
这才是真正的折磨。这首诗你一个字也不认识？太子一边问阿宝，一边自言自语地吐槽道：以往我十分看不上这破山书院，认为他们不过是噱头大于实力，如今我才知晓他们的不容易。一个赵阿宝就已经让人觉得特别棘手，若是再多些，不敢想象那场景。赵轩在一旁听着，笑而不语。只有阿宝很认真地仰头朝着太子问道：太子，你在念叨什么哇？你还没给我讲完这个呢。阿宝学习得很认真，毕竟一想到爹爹娘亲要往回走了，阿宝这学习动力就又来了。没有了刚开始的嘈杂，皇后的宫里也是第一次这样安静。阿宝是个很喜欢问问题的好孩子，时不时的就要问上几句。等到终于将这首诗给阿宝讲明白的时候，太子觉得自己对这首诗好像也有了更深层的认识。太子，潘公公在外面等我啦，那我明天再来找你哈。来人，来人，快点送他回家。阿宝噔噔噔地朝着门口的潘公公跑了过去。赵轩见此，这才起身准备离开。且慢！太子忽然朝着赵轩问道：他如此吵闹，你不觉得心烦？觉得烦是太子定力不够。倘若太子能够在喧嚣之中做到沉心静气，自然不会受任何事物的影响。听见这话，太子皱了皱眉头。不行，我得去试试，如何在嘈杂环境中做到沉心静气。嫌弃归嫌弃，他对赵轩这人的能力还是很肯定的。回家的马车上，大少爷，我瞧见那太子好像真的在认真思考你说的那个事儿。人真的能做到无视周围的嘈杂吗？可以，但是特别难。他听了我的话，肯定会去尝试一番，所以少不了要受些折磨。阿宝在一边听着也听不太懂，只是有些期待地问道：哥哥，爹爹娘亲什么时候回来哇？路途遥远，恐怕要1个月。阿宝点了点小脑袋。等爹爹娘亲回来的时候，书院肯定都放假啦。由于阿宝这些天一放学就往宫里跑，所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几个人除了白天，晚上只有分赃的时候才能见面。老药王和宋氏早早地将圆桌给收拾了出来，几个娃坐在椅子上分着2只烤鸭吃。阿宝，我们刚才等你的时候已经把夫子布置的任务给写完了，你待会儿吃完饭别忘记去写，明天夫子要检查的，而且很多夫子都会来听我们讲的。刘夫子时不时的就要带着其他班的夫子去听课，这是书院的习惯。很巧，这次轮到了来阿宝他们班。康康，夫子让我们写什么哇？阿宝对这件事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不远处的老药王手指开始颤抖，他轻声朝着宋氏道：你快看阿宝就记得吃了。大宝叹了一口气，朝着阿宝道：哎，夫子今天放学的时候说了，要让我们写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准备一段话来描述这个纸条上写的东西。我写的是鲁班锁，我喜欢玩这个，如果抽到我就说说我为什么喜欢鲁班锁，多么好玩。我写的是摘星楼，我最喜欢去那里玩了，好吃好玩。阿宝点点头，很是郑重的道：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康康有些不放心，所以他主动提醒道：阿宝，你也别写别的了，你就写烤鸭吧。如果抽到你就说说烤鸭如何好吃，你都喜欢就行了。阿宝，你也别写别的了，你就写烤鸭吧。如果抽到你就说说烤鸭如何好吃，你都喜欢就行了。免得阿宝再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说些奇奇怪怪的话。阿宝点点头。第二天早上上学的马车里，大宝和康康检查了一下阿宝的纸条，果然写的是烤鸭，只不过很是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拼凑起来的字。
那就好，到时候就说烤鸭就行了，别说其他的啊。我记住了。那阿宝，你今天放学还要去宫里见太子吗？我能不能跟着去见见公主呀？你别说话了，宫里不是那么好进的，你不要没事找事儿。阿宝起初还咧嘴嘎嘎笑呢，可是听见康康这话，他也点点头，很小声的道：我哥哥说了，住在宫里的人很多都不快乐，至于为什么不快乐，我也不懂啊。上午，刘夫子带着一群夫子来到了阿宝的班里听课，一共抽了3个人上来分享，最后一个就是阿宝。我写的是烤鸭，我最喜欢吃烤鸭了，我每天都去宫里拿烤鸭带回来给我的小弟们吃，有时候我还送给刘夫子吃。我去找刘夫子的时候碰见了刘夫子，跟刘夫子喝酒。阿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夫子已经伸手将阿宝的嘴巴给捂住了。下面听课的柳夫子不好意思地转过头，刘夫子则接受着来自所有夫子的目光。山长，你们俩吃独食。山长，你不是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吗？山长，你……台下的杏花街小团体，阿宝说烤鸭就说烤鸭，咋还说到刘夫子了呢？阿宝今天又要完蛋了。阿宝自己是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的，所以在夫子不让他说了，而且让他坐回去的时候，他就乖乖的回去。阿宝，你怎么把刘夫子给卖了？我没有啊，刘夫子那么老了，肯定卖不出去的。坐在后面听见这话的一群夫子憋笑憋到嘴抽筋。刘夫子从阿宝班里出来以后，快步朝着自己的院子小跑了去，边跑边朝着小书童交代道：以后记住了，不要让阿宝随便跑进来，有我的允许才能放人。我今天这张老脸呐，已经丢光了。现在整个书院都知道他吃独食了。这天傍晚，难得的是阿宝有些垂头丧气地进了宫里，更难得的是太子同样是一脸垂头丧气。太子坐在皇后宫里的前厅，正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那些画像。听见阿宝的动静，他揉了揉眉心，朝着阿宝看了过去，就看见阿宝垂头丧气的爬上了自己旁边的椅子。怎么了，胖墩儿？学习不好被说了？太子，你是不是黄鼠狼啊？啥玩意儿？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是让你来瞧瞧，看看那些富家小姐是什么样子的，别整天就知道吃，屁大的字都不认识。我娘亲说了，不用所有的人都长成一个样子，那就太没有意思了。很早之前就有人说阿宝没有样子，可这些跟阿宝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家没有那个规矩。你妹妹可以没有样子，你呢？你以为你就有选择的余地？当然，比如我未来的妻子也不是必须是这个模板。当然啦，我娘亲说了，我和哥哥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全靠我们喜欢。太子皱眉，并且对此不屑一顾。他不认为赵家的那对夫妻会允许孩子这么自由发展，要不然赵轩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呢？还不是希望他们的儿子走仕途。不过既然太子盛情邀请，明天我会带着阿宝来的。太子，你还是要找自己喜欢的玩，就跟吃饭一样。虽然我爷爷总说吃菜才健康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吃肉。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？不如这样吧，等你长大以后，我娶你如何？阿宝一听这话，顿时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当然不可以啦，我喜欢胖胖的，太子太瘦了，还不会杀鸡，脾气也不好，也不会做饭。这么小知道个屁！我不用知道
也可以的。我姐姐说了，等我长大了，她帮我找。你只会找你爹吗？你没有自己的想法吗？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可是我姐姐、娘亲、哥哥他们就是比我聪明啦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你也可以给你姐姐找媳妇儿哇。谁聪明就谁给谁找。都是歪理。才不是呢。那你来不来吧？太子烦躁了，朝着兄妹俩问道。好吃的话可以来。阿宝看了看赵轩，见哥哥点头，他这才说道：可以多加一些新的菜吗？我想边吃边看。太子忽然察觉到了不对，感情他在这儿相看女子，阿宝在下面看戏。阿宝离开以后，太子和皇后坐在一起吃饭，看着太子脸上的表情，明显比之前多了很多生气。皇后有些开心地说道：你瞧着，最近有活力多了。真的？我没有感觉。看来让他们兄妹俩进宫是个好决定。那个赵阿宝声音那么大，跟个喇叭一样，简直是吵死了。还有那个赵轩，装什么装，仿佛比我大很多似的。我要同父皇说一下，明天也给赵轩安排相看。这话你别跟你父皇说，赵家夫妻如今还在边关，你父皇又将赵轩派往北周，所以你暂时不要提这事儿。太子嗯了一声，其实他不是不知道，父皇在赵家那里吃了不少瘪。明天去相看，我不掺和你，一切由你自己做主。母后让我自己做主，可父皇绝对不会。儿子，在你成为太子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你没办法跟赵轩一样自由选择。太子点头，他很清楚这一点。母后，明天交代一下御膳房，赵家那个胖墩儿想要吃点新鲜菜色。哥哥，为什么我不能带康康他们哇？毕竟是去宫里，还是不要牵扯他们。裴文帝的脾气算不上好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可别连累了他们。为了今天中午来吃饭，我早上少吃了1个鸡蛋。行，那你中午多吃一些，不过也不能吃太多了，要不然下午容易肚子胀。阿宝点头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：我知道的，中午要是吃多了，下午上课就会想睡觉。阿宝，阿轩，来这里。阿宝噔噔噔地跑了过去，瞧见桌子上有那么多好吃的，简直是开心极了。我们就坐在屏风后面看着。阿宝，你尽情吃，御膳房的厨子今天来这里的小厨房给你做饭。好啊，谢谢皇后娘娘。哎呦，学习好的赵阿宝来了。阿宝哼了一声，没有搭理他。快开始了，你出去坐着吧。太子有些嫌弃，烦死了，他们叽叽喳喳的，还有个偷偷给我塞手绢的。阿宝听不懂，只想干饭。皇后娘娘，我能打包带走一些吗？当然可以。阿宝开心的咧嘴。屏风外面，我以后绝对不能找胖乎的太子妃，万一生了个赵阿宝这样的，真的要头疼死。皇后娘娘，这个姐姐好瘦啊，为什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饭他们都不吃，就只吃2个果子啊？皇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能糊弄阿宝说道：可能他们不饿。阿宝点点头，然后接着看表演。不过吃到半路，他要去嘘嘘，赵轩跟在外面守着，不放心阿宝一个人跟着侍女去。也就是这时候，阿宝看见了旁边站着一个姐姐，姐姐一直在低头吐。阿宝好奇地仰头看着这个跟哥哥差不多年纪的姐姐。姐姐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那个小姑娘没有注意到阿宝，所以被阿宝吓了一大跳。她有些张皇失措地朝着阿宝摆摆手，快步跑了出去。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就将刚才碰见的事儿告诉了赵轩，还补充道：哥哥好像就是最开始跳舞的那个姐姐。
阿宝，那个人不是生病了才吐的，是不想长胖，所以吃了饭又吐出来。赵轩将事实告诉了阿宝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哥哥，我不懂，为什么要这样玩？等今天回家，让爷爷给你讲一下。阿宝点头。回到屏风前，他也吃不下饭了，就一个劲儿地盯着那个催吐的小姑娘看。太子起初没有察觉到异样，可是奈何阿宝一个劲儿地往那边瞅，他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皇后瞧见阿宝不吃东西，怎么不吃了？御膳房做的不合你口味？阿宝摇摇头，想了想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就在这时候，屏风前面忽然传来一道惊呼声，就瞧见那个催吐的姑娘忽然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一旁的工人已经交代去找太医了。别害怕，已经去找太医了。胖墩儿，你刚才就盯着他，他怎么了？你看中他了？太子朝着阿宝问道。阿宝摇摇头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娘听说过还有小孩饿肚子，所以宫里的吃食已经很好很好了，为什么那个姐姐还要吐出来呢？不喜欢可以不吃完。皇后娘娘，阿宝有些不舒服，我先带着阿宝回去了。赵轩又朝着皇后说了一句，见皇后点头，这才带着没什么精神的阿宝回家了。13，去书院给阿宝请半天假。毛13一听，立即去办。小宫女听见了这话，立即去报告给皇后听了。去打探一下，刚刚阿宝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是那个反应？工人们一退出去，太子就朝着皇后吐槽道：母后，我都说了，这几个都不行，我现在才多大，定太子妃太早了，你看赵轩都没定。皇后想了想，刚要说什么，已经有工人快步小跑过来了。娘娘，查到了，是那姑娘催吐，被赵家大小姐看到了。皇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好一会儿才朝着太子道：你去同你父皇说吧，看他答不答应。说到底，还是要他点头才行。太子立刻起身，皇后嘴唇动了动，到底没有说话。瘦和胖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其实不管胖瘦，只要健康就好。收拾些东西，最好是珠宝摆件那种，听说阿宝喜欢，全当安抚了。皇后宫里在挑选礼物的时候，太子跟裴文帝已经巴巴说起来了。父皇，你就想，万一我以后的太子妃跟赵阿宝打起来，一拳就能被赵阿宝拍出2里地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所以我暂时不想定太子妃。听见太子说的这话，裴文帝忍不住陷入了沉思。为何我的儿子竟也这般怕赵阿宝？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一个屁大点的孩童，就将你吓成了这样。父皇，何出此言？您天天让赵阿宝来御书房试一试。总之，线下要定太子妃也可以，一定要能打得过赵阿宝。对于太子的疑惑，裴文帝其实也没有办法辩驳，可他就是忍不了自己斗不过赵恒，自己的儿子竟然还打不过赵恒的闺女。父皇，还有一事，我觉得赵将军之前肯定没少在家教赵阿宝练功。赵阿宝有一绝技，我暂时还不能抵抗。是何绝技？铁头功。没用的。父皇，你赶紧给我请个厉害的师傅，教我拳脚功夫。赵阿宝如何？什么？他一个孩童自然是教不了你什么，但是他手里有的是人，赵恒留给他的暗卫也是极好的身手。你若再不能学到些什么，就老老实实的继续相看太子妃的人选吧。太子皱眉想说什么，到底还是没说。赵恒一行人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一旦赵恒回来，你再想见那个胖墩儿就没门了。裴文帝叮嘱了一句，算计如他也不敢拿太子的命去赌，毕竟赵恒那人不是吃素的。赵家，赵轩让人替阿宝请了假，阿宝始终有些想不明白，
所以即便收到了宫中的礼物，也很是闷闷不乐。哥哥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那么瘦呢？胖胖的不好吗？阿宝，你还记不记得爹娘小时候，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都有爹娘护着，咱们爹娘却自小给人当奴呢？听见哥哥说这话，阿宝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点点头。爹爹说过，每一个人都不是一样的，我能长得胖胖的，也有很多小孩没办法长胖，因为吃不饱。没错，所以不要因为他们的言行让你自己不开心。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赵轩也没有避讳这些胖瘦的话题，所以等到傍晚的时候，阿宝又能开心的吃东西了。而宫里的圣旨也就是在这时候下来的。什么？让阿宝当太子的师傅？阿宝还得上学呢，哪有时间呢？要是耽误了阿宝的学业，他爹回来那少不得要找我的。老爷子，皇上说了，大小姐还跟之前一样，中午去就行。阿宝趴在柱子后面，疑惑地朝着赵轩看了过去。赵轩朝着阿宝招招手，阿宝顿时从后面跑了出来，在阿宝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，开心地接旨了。太子，接招吧！宫里的太监们离开以后，阿宝，你是不是准备一下清单？哥哥，准备什么清单啊？你给太子当师傅，自然得写个单子，让宫里准备着，明日中午你好去教学啊。阿宝赶紧噔噔噔地跑到了哥哥的身边。半个时辰后，宫里的太子收到了一张写字歪歪扭扭的清单。这知道赵阿宝写字丑，可写成这样也太丑了吧。赵家怎么说？回殿下，赵家人说请宫里准备好这些东西，明日大小姐来了都要用到的。别的倒是还好说，可狗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用到狗了？下去准备吧。至于狗，你过来，明日中午让人将之前上供的那只大狗牵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招。阿宝，你今天怎么换了一个这么大的布包？我今天中午又要去宫里进货啦，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。大丫的眼睛都亮了，倒是康康，他有些担心地问道：阿宝，你必须要去宫里吗？干爹不是快回来了吗？要不然干爹回来之前你就不要进宫了，宫里是个是非之地。之前我爹还没去守坟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他有一次去喝花酒，碰见一个女子是年纪大了从宫里放出来的，我爹就听了很多宫里的事儿。我爹没跟我说有什么事儿，但是只说很可怕，宫里是会吃人的。康康放心，哥哥跟我一起去，你们等着吃好吃的就行了。阿宝真是太讲义气了。阿宝咧嘴嘿嘿地笑。阿宝晃晃悠悠去书院的时候，太子这边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小太监看着不远处那只长得像狼一样的大黑狗，他哆哆嗦嗦的腿都要站不住了。这狗瞧着也太可怕了吧，真害怕赵家大小姐招架不住。给他喂肉了吗？太子朝着一群太监问道。这群人赶紧点头。皇后来的时候，远远瞧见那只被拦在一边的大黑狗，她有些诧异地问道：怎的将这只狗放出来了？你父皇说过，这只狗是烈性犬，不能开玩笑的。母后，不是我放的，是赵家说要准备狗，我自然知道这只狗不好惹的。皇后看了一眼太子，到底还是没有开口。这孩子不知慧，总是不肯低头的，自以为是最大的毛病。赵家兄妹俩来治治他也好。御膳房那边通知了吗？回娘娘已经吩咐过去了，御膳房正在赶制各种糕点和杂物呢。最近宫里是不是来了一些果子？也给他准备好了。太子，你好生跟着学习。太子笑了一声，笑声多少有些随意了，毕竟他真的不认为能从小孩的身上学到什么太有用的东西。哥哥，我带的布包会不会有点
宝看了看自己的大布包，然后打开布包，直接往自己的脑袋上一套，竟然真的能将自己的脑袋套起来。赵轩回头看着这一幕，他摇摇头说道：爹说过的，蛇吞象。我知道的，哥哥，人不能太贪心的。阿宝很开心，爹爹说的话他一直都记得。虽然爷爷也总说宫里很危险，可阿宝一进了宫门，还是觉得很兴奋。他也不用像刚才在大街上一样忍了，开心地咧着嘴。宫里的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起初大家还会偷偷讨论，赵恒那样的杀神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咧嘴傻笑的闺女？可后来见得多了，也就不觉得奇怪了。甚至不少人觉得，自从阿宝经常来宫里以后，这死水一般的宫里甚至多了很多生气，没有那么死气沉沉了。赵阿宝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阿宝眼睛一亮，对上太子的眼神，他一脸期待的道：太子，你能让我不去上学了吗？太子刚要说话，我爹说过，谁不让阿宝上学就砍谁。太子，我还没吃饭，我一放学就来啦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不过要先教完课再吃饭。太子准备好狗狗了吗？当然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教出什么花样来。几分钟后，在看见那只拴在树边的大黑狗后，阿宝忍不住哇了一声：哥哥，这个狗狗好大哇，肯定比长毛管用。太子，今天的教学开始吧。太子有些懵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下一秒赵轩直接松开了狗的绳子，并示意那狗朝着太子追了过去。太子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瞧见了那大黑狗一个劲儿地朝着自己追了过来。来人来人，快点来人呐！太子，你别喊了，留着力气跑步吧，我跑得快就是因为这样。我哥哥说了，明天可以找2只狗狗一起追你，这样你就会跑得更快了。太子满头大汗，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的道：赵阿宝，你这个……阿宝也不听，他又噔噔噔的朝着赵轩跑了过去，老实的坐在一边啃饭团了。半刻钟后，太子气喘吁吁的朝着兄妹俩跑了回来。太子，大黑呢？大黑？对哇，大黑呢？你把大黑带哪里去了？那蠢狗一直追着我，我把它带到冷宫前面的阴沟里。那畜生要是爬上来，估计也要费些功夫。阿宝皱着小眉头，他朝着太子看了过去，大声地说道：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的师父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的师父呢？狗狗是人的好朋友。你让我认一只狗当师傅？太子冷嗤了一声。阿宝转头朝着赵轩看了过去，兄妹俩一起出去找狗了。阿宝，后宫我们没办法轻易进，我去找皇后娘娘。赵轩边走边朝着阿宝说道。阿宝点头，乖乖地跟在赵轩的身边，一边走一边嘚不嘚地念叨道：太子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狗狗很好啊。哥哥，太子要是不要这个狗狗的话，我们带回家吧。当然可以了。一听这话，阿宝顿时安心了，然后就跟着赵轩一起去找皇后娘娘了。皇后听了阿宝的话，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她立即吩咐人带着赵家兄妹俩去冷宫面前的阴沟里找狗。就在兄妹俩去找大黑狗的时候，大太监已经将消息传到了裴文帝的耳朵里。去将那只狼犬放出来，直到太子没力气为止。狼犬的嘴那么大，这咬人肯定会很疼吧？哎呀，这想想就紧张。冷宫前的阴沟里，那大黑狗挠的爪子都已经出血了。瞧见赵家兄妹俩来了，他的嗓子里也发出了呜咽声，有些警惕，又有些期盼。大小姐，让侍卫们来吧，您别伤了。这要是赵家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1条命也不够赔啊。不要紧的，我不怕的。你们暂且往后退退吧，
免得伤到你们。赵轩朝着几个工人说道。几个工人哪敢呢？最后还是赵轩一再开口，几人这才赶紧躲到了不远处。赵轩很镇定，他小声地在阿宝的耳边说道：阿宝，哥待会儿跳下去，哥往上提大黑的时候，你一边安抚他，一边偷偷用力把他往上拽，记得了吗？这样做在外人的眼里看来完全是赵轩用力，任谁也想不到阿宝拉个狗其实轻而易举。阿宝乖乖点头。赵轩卷了袖子，在大黑的低吼声中直接朝着阴沟里跳了进去。大黑别怕，哥哥在救你。很快提到了阿宝也能触碰到的高度，在不远处那群工人的视角里，大黑就是被赵轩用力给提上来的。只有当事狗大黑知道，自己后背的那块皮快要被阿宝给扯下来了。哥哥，大黑的爪子受伤了，我们带回家找爷爷吧。赵轩抬眼看着不远处朝着自己跑来的小太监，他眼神暗了暗。那小太监是太子身边的。大黑，如果你今天有幸能跑出来，记得来杏花街找我们。赵轩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然后就摸了摸大黑的狗头。阿宝则是坐在一边，笨拙地用自己身上的药给大黑处理爪子上的伤口。爷爷给我带的都是好药，我马当死马医。赶过来的小太监心道：哎呀，大小姐真是太有文化了。赵公子，太子吩咐小的命人带大黑回去养伤。大黑的爪子都破了，你们一定要记得给他好好上药啊。小太监连忙点头。哥哥，我们明天进宫还能来看大黑吗？当然。这天中午，太子一共被2只狗追过。阿宝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太子已经不顾形象地瘫倒在地上了。赵阿宝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你分明就是想整我。太子，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的。你都不解释一句的。阿宝朝着太子说完，就蹦蹦哒哒地跟在赵轩的身边往外走。赵轩则是拎着阿宝那个好大的布包。被兄妹俩这般冷待，太子有些不悦。他忽然朝着门口的侍卫招呼道：赵阿宝的布包为何那样大？还不赶紧拿下来检查一下。门口的侍卫进退两难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赵轩还没有说话呢，阿宝已经先把大布包给拿了过去，然后就一样一样的数给侍卫们看。这是皇后娘娘给我准备的烤鸭，还有烤大鹅，还有酱肉，能给你们2个1人1块吃，多了不能再给了，我回家还得再分呢。2个侍卫当着太子的面哪敢吃呀？可是阿宝一个劲儿地瞅着他们，2人无奈，只得迅速地扔进了嘴里。不得不说啊，味道真是不错。太子瞧见这一幕，几乎要气得吐血了。太子坏蛋，我不给太子吃好吃的。赵阿宝，既然已经检查完了，太子可以放行了吧？太子没有说话，但显然是已经默认了。眼瞅着那兄妹俩越走越远，他看着自己满是伤的膝盖，便语气淡淡的朝着小太监们道：父皇的狼犬我不能动手，就将那只黑犬打杀了吧。